汉人一听，惊讶地说道：“这姚宗主怎么敢的呀？这位吴县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忘了射日之争的时候一人抵万人了吗？”听他说的那个人回答：“那谁知道？而且那位吴县还是一个上好优质的坤泽。”两个人说的声音也不算小，正好周围的人都听见了，无一不是满脸惊讶。蓝忘机早在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慌了，他连忙起身，无视众人就想往外走。蓝曦臣见情况不对，连忙拉住蓝忘机，问道：“忘机，你做什么？”蓝忘机转过头看着蓝曦臣，声音不似之前冷清：“兄长，我要去找魏婴。”蓝曦臣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可能放蓝忘机去乱葬岗？金光瑶带着满脸笑意走了过来，声音温柔：“蓝二公子为何如此着急？那乱葬岗上的魏无羡，好像和蓝二公子没有关系吧？”蓝忘机和蓝曦臣看着金光瑶，蓝曦臣不知道蓝忘机和魏无羡的事情，也是点了点头：“忘机，我知道幼时你与魏公子交好，但是魏公子现在性情大变，你要小心为好。”金光瑶也是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虽然这位公子年少有为，但是毕竟是之前，现在的魏公子可是人人都怕呢。”蓝忘机没有搭理金光瑶，他挣脱不开蓝曦臣的手，语气竟带上了一丝慌乱：“兄长，等事情办妥，忘机愿意受罚。”蓝曦臣也有些着急，问道：“你就算现在去了那乱葬岗，又能怎么办？你能救得了魏公子吗？”金光瑶看热闹不嫌事大，道：“反正这位公子已经坠入歪道，蓝二公子去了，恐怕也是无济于事。”蓝忘机咬着牙，手腕一用力，竟然挣脱开了蓝曦臣的手，匆忙说了句：“忘机失陪”，就连忙踏上碧尘转身离去。蓝曦臣也是担心蓝忘机，也没有看金光瑶一眼，直接就追着蓝忘机去了，留下金光瑶一个人嘴角带着一个不明思义的笑意。现在去又用什么用呢？真的以为能救得了魏无羡吗？江厌离一听也惊了，连忙掀开盖头，看了看江澄，轻咬了一下嘴唇，迈步走过去，说道：“阿成，你也去看看阿羡。”江澄咬着牙说了句：“我不去。”江厌离一听眼睛就红了，道：“阿成，你去救一下阿羡，他还在。”说到最后，江厌离就说不下去了。他今天穿得格外隆重，大红的喜服衬得江厌离肤白貌美，一双眼睛格外的温柔动人，但是现在眼里带着泪花，看人看着好不心疼。原本是一场好好的成亲宴，在这一桩事扰得一团糟，金子轩心里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但是一想到魏无羡是江厌离的师弟，倒也是没说什么。其他的人就更是抱着一副看热闹的心态，都前往了乱葬岗。到底是围剿乱葬岗上的魏无羡吸引力大。江澄想到魏无羡怀着孩子，整个人清瘦的模样，又看了这江厌离，终于妥协，道：“好了，阿姐，你别哭了，我去还不成？”江厌离一听，这才点了点头。乱葬岗，魏无羡，你不能睡，孩子头已经出来了，你再使把劲。魏无羡狠狠地吸了口气，床单都已经让他抓烂了，指尖被石床磨得鲜血淋漓，腿间更是不能看，一片血污。温情急得头上都是汗，魏无羡这是已经有些难产了，孩子如果再生不出来，真的可能要窒息了。魏无羡确实是有些脱力了，但是他现在必须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温宁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，万一让那些人进来了，谁都保不住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死死咬着牙，又使了一下劲，他浑身都已经被汗湿了，混着鲜血，看起来过于血腥。孩子，你快出来吧，不要在爹爹肚子里面了。魏无羡眼角已经分不清是泪还是汗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脸上毫无血色，嘴巴也被魏无羡自己给咬破了。温情喊道：“对，就是这样。”魏无羡在用力，马上就要生出来了。魏无羡现在一点力气都不敢泄，怕自己一旦泄气就再也使不上力气了。修长的指尖全都是血，不知道破了多少的口子。他因为失血过多，脑子有些晕，但是必须要清醒。终于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魏无羡感到下体一阵轻松，在温情的惊呼下，魏无羡知道他成功的把孩子生出来了。孩子的哭声很小，但是没事，只要哭出来了就暂时没事。他缓着气，轻轻地闭上眼，嘴角带了一抹真实的笑，这是他的孩子，他和蓝湛的孩子。
温情简单的给孩子清洗了一下，用棉布包好。小孩子因为早产看起来很小，温情把他抱在魏无羡的床边，魏无羡睁开疲惫不堪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小孩，他不敢伸出手去碰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，手上都是血，不能让小孩子沾上血。小孩子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奶香，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，苍白的脸上因为这个笑显得有些气色了。魏无羡用自己的脸蹭了蹭小娃娃软乎乎的小脸，十分的怜爱，他声音颤抖又沙哑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生下来了，却没有办法陪你长大。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玉佩放到了小孩子的身上，那是蓝湛给他的玉佩，这也是他能给这个孩子唯一的东西了。小娃娃浑身又轻又软，他不敢抱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小娃娃忽然就睁开了眼睛，虽然小，但是这双眼睛却不小。温情道：“是一个男孩。”魏无羡轻声嗯了一声，看着小娃娃那一双浅色的眼睛，像极了蓝湛。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好，你不像我，不像我最好了，不会有人欺负你。”温情语气着急道：“魏无羡，你不要动，我给你止血，我给你止血。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撑着一口气从床上坐起来，腿间的黏腻让他皱了皱眉。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，语气轻飘飘地说：“流这么多血啊！”温情简直要气死了，说道：“魏无羡，你给我躺好了，我给你先把血止住。”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：“温情，你看我身上这么多血，你还把我孩子抱过来，你赶紧把他抱远一些。”温情不想抱，应该是魏无羡自己抱的。魏无羡说道：“晴姐，你抱他。”语气有些飘然。看着魏无羡这个样子，温情心里一痛，咬着牙把那个软乎乎的孩子抱在了怀里，然后轻轻地晃着。魏无羡神色满意，他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，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狼狈，然后拿过陈情，看着温情说道：“我给伏魔洞设下阵法，你保护好我的孩子，不许出来。”温情摇着头说：“不可以，魏无羡，你不能出去，你会没命的。”魏无羡回头，那一双桃花眼闪过一丝猩红的光，语气傲然：“我说了，你护好我的孩子，必须要等到蓝湛回来。”温情眼睛通红，摇了摇头，下面的一句话让魏无羡整个心都疼了疼。他说：“你孩子刚刚出生，你就忍心让他从小就没爹爹？”魏无羡看着温情怀里的小孩，眼里带着温柔，但是只看了一眼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温情抱着孩子，在后面喊了一声：“魏无羡。”魏无羡好像没听见一样，头也没回一下。